大家好，今天咱们要唠一个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，且从古至今都意义非凡的话题——孝道。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有多久没和父母痛痛快快的聊聊天？像小时候那样，把心窝子里的话都道给他们听了。咱们都知道，孝道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宝贝，可这宝贝里头门道多着呢。咱们先从孝道的源头说起。论语里有句话叫色难，啥意思呢？就是说对父母和颜悦色是最难做到的。您瞧瞧，老祖宗早就看透了，孝顺可不仅仅是给父母吃饱穿暖，那和颜悦色的态度，打心眼里的敬重，才是孝顺的关键。还有24孝里那些典故，像卧冰求鲤、卖身葬父，虽然有些做法放到现在看可能觉得有点极端，但也能看得出古人对孝道那是真重视，简直把孝顺刻到骨子里了。光说这些道理可能还不够生动，咱们来聊聊那些孝道的故事。先讲讲历史上的。汉代有个小孩叫黄香，那可真是个大孝子。夏天天热，他就拿着扇子，把父亲的枕席扇得凉凉快快的，好让父亲睡个好觉。冬天天冷，他就先钻进父亲冰冷的被窝，用自己的小身板把被窝捂热乎了，再让父亲睡。这么小的孩子就能把孝道践行得这么好，多让人感动。文学作品里也有孝道的影子，就说《红楼梦》吧，贾母和宝玉的互动，那就能看出孝道的重要。宝玉对贾母那是打心眼里的敬重和孝顺，只要贾母一高兴，整个贾府都跟着热闹起来。您看这孝道啊，在家庭里就像定海神针一样，让一家子和和美美，充满温情。再看看咱们现代社会，出现了一个现象，空巢老人越来越多了。据相关数据统计，这个数字还挺惊人的。好多老人啊，子女都在外地工作，一年到头也见不着几面。不过呢，现在有些地方搞了个亲情银行，子女可以把陪伴父母的时间存进去，将来自己老了也能享受类似的服务。这就好比给孝道开了个储蓄罐，让孝顺变得更实在，也更有盼头。说完这些，咱们再来探讨一下东西方在这方面观念的差异。东方文化里，家族观念特别重，孝道就像大树的根，把一家人紧紧连在一起，是家族传承的重要纽带。可西方文化呢，更强调独立精神，孩子成年后就离开家自己去闯荡，和父母的联系相对没那么紧密。这两种文化没有谁对谁错，只是方式不一样。但咱们东方文化里的孝道，承载了千百年的情感和责任，那分量可不一样。这里头咱们得特别说一说愚孝。愚孝就像是混进孝道清泉里的脏东西，